husbands to poisoning. Your daughter has just learned that her father was dug out of his grave. 母亲是一位连环杀手，为了摆脱嫌疑，他把罪名嫁祸给自己的亲生女儿，不惜对女儿痛下毒手。这起案件发生在纽约州的维兹波特小镇，时间回到1999年，11岁的阿什利和他的家人生活在一起。他家里一共有4口人，分别是阿什利的父亲迈克尔、他的母亲斯泰西，还有他的妹妹布莉。阿什利虽然平时喜欢围在父亲身边，但其实他和母亲的关系更加亲密，他们的相处不像是母女，而更像是彼此最好的朋友。事情的改变发生在1999年的11月份，阿什利不明白是什么原因，父母的关系开始变得恶化。母亲斯泰西正在考虑离婚，她打算过完圣诞节就和迈克尔分开。此时的阿什利观察到母亲的变化，他发现母亲开始变得易怒和暴躁，经常惩罚自己和妹妹，反而更多的关爱来自父亲迈克尔。同年12月，父亲迈克突然病倒，他经常说自己头晕，大部分时间都在床上度过。迈克尔去医院检查，他告诉医生，即使自己不喝酒，也像醉酒一样头晕。医生只发现他的耳部有一些感染，为他简单治疗后就让他回家休息，但他的病情仍然没有好转。12月24日平安夜，迈克尔去他妈妈家吃饭，他的姐姐发现迈克尔状态很差，他看上去非常臃肿，脸部和手部都出现了浮肿。姐姐询问迈克尔的情况，他告诉姐姐自己好像得了重感冒，最近一直都不太舒服。时间一天天过去，迈克尔的病情也在持续恶化。2000年1月11日，阿什利放学回家后，发现父亲在沙发上睡着了。在过去的几周里，父亲都是这样躺在沙发上睡觉。阿什利打开电视观看节目，随后父亲发出了一些奇怪的动静。他看到父亲抬起手臂，接着又把手臂放了下去。阿什利并未在意，他像往常一样出门去找自己的妹妹玩耍。当他们返回家中时，母亲斯泰西也刚到家。阿什利看见父亲的脚变成了紫色，他们紧急把迈克尔送往医院，但是太晚了，他已经停止了呼吸。医生给出的结论是迈克尔死于心脏病突发，这也让阿什利十分自责，他认为自己本可以阻止父亲的死亡。迈克尔的姐姐询问斯泰西是否要验尸，斯泰西拒绝了。他说迈克尔不喜欢动手术，他更希望我们开始新的生活。 Stacey, are you going to have an autopsy? She looked at me and she says, Rosie, you know he didn't like being cut up in surgery and everything like that. She says, no. She said Michael would want us to kick back, pop a beer, have a good time, you know, that type of thing. Not cry over him. 迈克尔带着他的死亡秘密被埋葬了，而斯泰西成了带着2个孩子的寡妇。她继承了已故丈夫的$55,000保险金，然后用这些钱重新装修了房子，带着女儿去迪士尼乐园。她仿佛又变回了那个有趣的妈妈。唯一不同的是，斯泰西开始在互联网上交友，她开始脱离母亲这个身份。时间很快来到1年后，斯泰西认识了一位名叫大卫的男子，他刚离婚不久，还是一家供暖公司的老板。在他眼里，斯泰西是带着2个女儿的慈母，两人很快就走到了一起。然而阿什利和妹妹并不喜欢大卫，他们不能接受父亲这么快被代替。母亲斯泰西并没有在意2个孩子的感受，两人相处不到2年，于2003年8月结婚了。这场婚礼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因为婚礼没有邀请大卫家族里的任何人，甚至大卫自己的儿子小大卫也没有被邀请。婚后不久，斯泰西就带着2个女儿搬进了大卫的家中。此时这对夫妇非常幸福，但是阿什利和妹妹布里并不喜欢这位继父，他们的关系日益紧张。大卫一直在努力建立良好的关系，渐渐的，大卫的付出得到了姐妹俩的认可，他们开始放下身份，慢慢的接受了这位继父。但令他们没想到的是，母亲和继父的关系在慢慢的恶化，他们经常在家中争吵，一直持续了2年。2005年8月22日，警方接到一通令人不安的报警电话。Police communications, can I help you? My name is Stacey Caster, and my husband has locked himself in our bedroom for the last day. I'm just getting a little concerned because I haven't talked to him since 5 o'clock in the morning on Sunday when he locked me out of the bedroom. 斯泰西告诉接线员，自己和大卫在前一天晚上发生了持续7个小时的争吵。
根据他的说法，大卫喝醉了，拿着一瓶伏特加把自己反锁在卧室中。接线员立即派警方前往斯泰西家。当警察到达现场时，他们闯入了大卫的房间。此时的大卫面部朝下躺在床上，赤身裸体，一丝不挂。警察注意到床头柜上有一个小玻璃杯，里面装着半杯绿色的液体。床边的地板上还发现了一瓶打开的防冻液。急救人员宣布大卫已经死亡。大卫看上去就像是喝了致命剂量的防冻剂，然后将自己反锁在卧室里，直到生命结束。警方对整栋房子进行了检查，他们在厨房的垃圾桶中发现了一个滴管，里面同样有绿色的液体。按照斯泰西的说法，大卫一直将自己反锁在卧室中，那么厨房的垃圾桶里为什么会有防冻剂呢？大卫的尸体被带去尸检，斯泰西被带到警长办公室进一步询问。他打电话给阿舍里，告诉他大卫死了。阿舍里得知继父去世的消息后，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刚刚接纳的继父就这样离开了，自己再一次的失去了父亲。此时的阿舍里并不知道他的噩梦才刚刚开始。在等待法医的调查结果时，斯泰西公布了大卫的遗嘱。遗嘱显示，大卫把所有财产都留给了斯泰西，包括他的公司、房产以及所有车辆。大卫的儿子小大卫什么都没有得到。拿到遗产后，斯泰西又把心思花在了女儿身上。他带着2个女儿到处旅游，开始了自己新的生活。时间来到2006年，大卫去世的1年后，负责案件的探员收到了法医的报告，结果显示厨房垃圾桶的滴管里确实提取到了防冻剂，滴管的尖端还发现了大卫的 DNA。 那个装着防冻剂的玻璃杯上有3个指纹，它们全部属于斯泰西。大卫的验血报告中也证明了斯泰西在撒谎，他曾告诉接线员大卫喝醉了，结果显示他的血液中根本没有酒精。现在警方更加确信大卫是被斯泰西谋杀的，但在没有供词和目击者的情况下，警方只能继续调查。他们找到了斯泰西的第1任丈夫迈克尔，尽管迈克尔已经不能开口说话。斯泰西被叫到警局，在那里他得知了迈克尔的尸体被挖掘，而且在他的体内发现了防冻剂，就像大卫体内的一样。斯泰西并不承认自己谋杀了丈夫，他激动地表示警察在陷害他。在没有更多证据的情况下，警察只能让斯泰西先回家。此时的斯泰西走投无路，他知道警方马上会起诉自己，他必须想办法洗清自己的嫌疑。没有人能想到他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有多可怕。时间来到9月14日，斯泰西在接受问询的1周后，他拨打了911报警电话。I need an ambulance. My daughter, I believe, has taken some pills. She conscious? Yes, she's normal. I'm leaning over her. Ashley is having trouble, I think. It sounds like there's something in her throat. Ashley. Oh my God, oh my God, oh my God. Oh my God, this is not happening. 警方立即出动，阿什里几乎没有生命迹象。他的母亲斯泰西解释说，女儿的床边有一瓶空的伏特加和处方药，房间里还发现了一封信。在信中，阿什里承认自己谋杀了继父大卫和自己的父亲迈克尔，上面写着他作案的所有细节，但这封信有些不对劲，所有的内容都是打印的，包括底部阿什里的名字。阿什里在重症监护室，医生不能确定他能不能活下来，如果他死了，那么不会再有人知道真相。警方仔细阅读了那封信，虽然上面详细说明了谋杀的经过，但是当时的阿什里还是11岁的孩子，一个孩子如何能制定出那么详细的方案？但不管怎么样，除非阿什里醒过来，否则他将被指控谋杀。探员们全天守候在医院，他们监视着阿什里的病房。阿什里花了几个小时的时间排空了体内所有的东西，终于他开始慢慢清醒。调查人员也终于得知了阿什里的遭遇。时间回到9月12日，也就是2天前，阿什里在学校上课，一名探员找到了阿什里，告诉他挖掘了父亲迈克尔的尸体，并在他的体内找到了防冻剂。但警方并不知道，斯泰西为了确保女儿站在自己这边，早就已经警告过阿什里不要相信警察的话。他试图操控着女儿，让警察拿他没有办法。当天下午5点左右，斯泰西提出一个建议，那就是用酒精来消除最近的烦恼。年幼的阿什利认为这实在太酷了，母亲居然允许自己喝酒。一杯伏特加下肚，阿什利感到头晕目眩，他回到自己的房间休息。
第二天早上，阿什利醒来后头脑还没有完全清醒，他拖着疲惫的身体来到学校。阿什利放学回家后，母亲斯泰西再次提议喝酒。阿什利觉得伏特加的味道太过浓烈，他希望母亲碗里面加一些橙汁或者饮料。母亲给阿什利递了一根吸管，他告诉阿什利把吸管直接塞进喉咙的后部，这样就尝不到酒精的味道了。阿什利按照母亲的方法把酒喝了，然后他就昏睡了过去。当天晚些时候，妹妹布里回家找姐姐，她发现姐姐整天都在睡觉，她轻轻地推开了姐姐的房门，却被母亲一把关上。母亲告诉布里，阿什利很好，他只是在睡觉，希望你不要打扰他。第二天早上，布里听到姐姐房间里传出奇怪的声音，她的呼气声很大，布里不停地喊着姐姐的名字，但阿什利没有任何回应。 She looked scared. Did you think that you were losing her? I did. 听完阿什利的故事后，地方检察官立刻下令逮捕斯泰西。阿什利必须面对一个残酷的事实，他的母亲斯泰西试图杀死他。2009年1月13日，斯泰西的审判开始了。阿什利需要出现在法庭上，这是一个艰难的时刻。他要在法庭上当面指控他信任了一生的女人。 I want to ask you about the day your dad died. I saw him take and lift his arm up, and then he made a breath, and then he didn't move again after that. So I thought he was just sleeping. Now, Ashley, I want you to explain to the jury if the cup tasted bad and you didn't enjoy it, why would you drink it? Because I trusted her. What's the next thing you remember? Waking up in the hospital with a detective asking me what I did. What did you drink? What did you do? What did you take? What did you write in that note? But I didn't know what he was talking about because I didn't write a note and I didn't take anything. 审判一直持续了3周，对斯泰西不利的证据是压倒性的。警方发现那封信是在9月12日下午2点27分在家里的电脑上完成的。那个时候阿什利在学校，他不可能写那封信。另外，斯泰西的一位朋友承认，他帮助伪造了大卫的遗嘱，让斯泰西成为了唯一的受益人。出乎意料的是，当检察官向斯泰西提问时， Did Ashley poison him? I did not poison him. When did Ashley poison him? I can't answer that question. Through all of this, Stacey Castor is showing no emotion. And then Prosecutor Fitzpatrick explodes. My God, you lost 2 husbands to poisoning. Your daughter has just learned that her father was dug out of his grave. Stacey Castor remains cool, calm, collected. 最终案件交由陪审团处理，陪审团做出了一致的裁决，斯泰西2项罪名成立，分别是2级谋杀罪和谋杀未遂罪，他被判处54年监禁，最终他于2016年死在了监狱里。